印度崛起，超越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这是自开国总理尼赫鲁以来就定下的伟大目标。然而，时至今日，印度也未能完成它的遗志，仅在经济总量上还过得去。对于印度的尴尬状况，印度人自己也知道。曾在一次采访中，印度学者就崛起这个问题问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不料李光耀却一改此前对印度的推崇态度，直言没有人能治理好印度。李光耀为何对印度做出这般定论？想要明白李光耀说的原因，就得了解印度的复杂情况。20世纪40年代，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曾这样评价印度：我们民族的多样性是极其丰富的，显而易见的，它就在表面，如任何人所见。正如尼赫鲁所言，印度是一个极具文化多样性色彩的国家，多语言、多宗教、多族群的特征明显。尼赫鲁的本意是给印度打上异质化程度高、包容程度高的标签。但多民族共存在彰显印度国家包容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一系列民族矛盾，为潜在的社会分裂埋下伏笔。据不完全统计，印度境内存在1632种语言，单被列入印度宪法的官方语言就多达22种，其中21种的使用数量都在800万人以上。而每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有一个风俗文化特征明显的独立民族。同时，印度还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世界主要信仰宗教在印度几乎都能找到集群，在多语言多民族的基础上，不同的宗教信仰愈发加深了印度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印度社会的前景。李光耀晚年时期曾接受过一次访谈，印度学者向他请教：您为新加坡制定的发展政策能否应用在印度身上？如果是您，将如何带领印度崛起？谁知李光耀竟语出惊人地表示：没有人能治理好印度。而李光耀的出发点正是印度割裂严重的民族问题。一个国家的人民说着320多种语言，全社会没有任何一门高度统一的文字和语言，在这种前提下，谈国家治理和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李光耀坦言。李光耀举例称印度总理莫迪讲印地语，但印度全国能直接听懂这种语言的只有2亿人，而这只根于印度多民族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改善。相较印度，中国的普通话流行度就非常宽泛，全国90%以上的人都能听懂。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和理念可以畅通无阻推行到全国各地。两相比较，印度的国家治理难度自然上升了好几个台阶。基于此，李光耀认为没有人能治理好印度，更别提崛起。不过，这仅仅是从多民族角度出发做出的评断。实际上，影响印度治理水平、阻拦其崛起的因素远不止如此。首先，地缘位置的限制就是印度崛起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地缘因素事关一个大国的兴衰，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而印度的地缘限制体现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2个方面。南亚次大陆3面环海，背靠喜马拉雅山，几乎是自成一片空间。印度处于这片大陆的绝对中心位置，周边各国不仅在面积上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而且彼此各不相连，对印度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这种地缘是印度一直以南亚老大自居的主要原因之一，认为自己是地区的天然霸主，其他国家都处于从属地位。可恰恰是这种心态，以及在这种心态上实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将印度推向了众矢之的。1971年，巴基斯坦被肢解，印度与西金王国签署保护性条约，成功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安全缓冲区，从而牢牢确立自身对南亚的绝对霸权地位。然而，印度的霸道行为也招致了周边弱小国家的挑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对邻国的控制和干涉已频频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和反抗，这让印度一直陷于无尽的纷争之中。克什米尔问题久拖不决，长期与巴基斯坦军事对峙，不仅严重消耗了印度的国力，也延缓了其发展步伐。此外，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河水分配、民族宗教等诸多问题都成了印度强国之路的拦路虎。这样一来，南亚次大陆的中心位置反倒成了政治安全斗争的中心，印度的地缘优势日趋沦为地缘困境。在印度洋地区，印度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印度地处印度洋北部，海岸线长达7500公里，拥有近200个优良港口，掌控着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2大要害区域。印度本土深入印度洋1600公里，宛若一艘巨大无比的航空母舰，扼守在2湾中间。在印度洋沿岸的几十个国家当中，印度毫无疑问仍是那个国土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科技、经济、军事实力也都首屈一指。优质的地缘和强大的实力让印度始终怀有印度洋就是印度之洋的经历，认为印度洋应该被圈定为印度的内湖，禁止任何国家染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就曾表示，印度的安危、民族的利益、未来的伟大，全部基于印度洋之身。
他主张必须牢牢控制通向印度洋的海上通道，确保印度在印度洋的绝对主导地位。然而，在全球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现在，整个世界早已形成相互交融、难分彼此的局面，各种利益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做到绝对排外。印度企图独霸印度洋的野心是与世界潮流相悖，是对世界其他国家利益的侵害。其想要将印度洋变为内湖的想法，别说印度洋沿岸国不会同意，就连中美两国也不会放任不管。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印度洋地缘纠纷只会愈演愈烈，印度对印度洋的优势地缘位置也会转而成为限制其崛起的不利因素。人口因素往往决定着大国崛起的进程，充裕的人口可以提供大量劳动力，以增加国家财富，保障兵源，形成人口红利。可人口过多也可能适得其反，产生严重的问题，比如抵消经济发展成果，加大环境和资源压力等等。现如今的印度就正面临着这样的人口压力。截至2023年7月，印度总人口已经来到 14.26 亿，雄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会飙升至 16.57 亿。基数大、增长快是印度人口发展的显著特征，这将为印度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带来巨大人口红利。在国际社会，人口红利向来被认为是印度赶超中国、促进印度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堪称印度最大的财富。然而，人口数量并不完全等同于人力资源。就印度而言，其人口红利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要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必须在教育、健康、就业等领域具备相应的条件。可印度恰恰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大制约。劳动年龄人口是否拥有就业必须技能，社会能否创造足够就业机会，劳动年龄人口能否被吸纳，每一项问题都决定着印度能否利用人口红利加快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并不等于财富增加，更不意味着国家崛起。就目前印度现状而言，巨大的人口数量已经逐渐显示出对印度发展带来的制约效应，比如人口爆炸性增长对社会财富的快速消耗。虽然近些年印度经济发展成就显著，但发展成果并未惠及全国人口。印度给世人的印象仍是极度严重的两极贫富分化。以 IT 产业和生物产业为代表，印度已成为全球少有的科技发达国家。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居高不下的贫困人口比例。很难想象这两方面竟属于同一个国家。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人口毫无疑问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状态下，印度又谈何崛起？李光耀对印度的评价和判断直接且精准，单单一个多民族多语言问题就会成为印度崛起路上的拦路虎。更何况印度还面临着地缘限制与矛盾、人口数量多、增长快等社会结构性问题。以上种种困境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善。因此，印度的大国崛起梦想，目前看来仍旧遥遥无期。